3名中共上将传一夜之间接连落马，海军司令胡忠明突遭撤换，军中再起狂风巨浪。原以为这是一场常规清洗，但一则爆炸性消息来自前中共海军中校参谋姚成的公开发文，让整场权斗风暴揭开了更深一层的面纱。你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杨正。2025年6月21号，姚成在社交平台 X 上披露，据海军内部人士通报，海军副司令崔玉忠即将接任胡忠明，升任海军司令。更惊人的是，还传出他将进入中央军委出任总参谋长。若属实，这不仅是海军高层换帅，而是军委核心的权力大洗牌。总参谋长作为全军作战指挥枢纽，其地位仅次于军委副主席，实为掌军中枢之关键人物。崔玉忠1964年11月生人，黑龙江海伦人，现任中共海军副司令，兼具参谋与舰队副司令经历。他于2014年晋升少将，2020年晋升中将，曾任北海舰队航空兵参谋长、海军参谋长助理、南海及东海舰队副司令兼航空兵司令。2020年起出任东部战区副司令，2021年起任海军副司令，其横跨参谋与指挥体系，具备完整战略调度能力，被视为今年军权重整中的关键人物。截至目前，官方未对其试图调动发布公告，但知情人形容他为军中少见的务实派指挥官，且与苗华系统无直接关联，表明这次变动并非简单清洗，而是更深层的军内力量重构。崔玉忠升迁节奏与张又侠在军委系统主政时期高度重合，其人事任命是否经张系背书，成为观察此次军权再分配的重要线索。但截至目前，尚无公开资讯显示其具明确派系归属。早在6月19号，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便已披露，中共军方正在启动新一轮大规模清洗，已有39名军级以上干部遭到查办，当中包括3名上将，分别为海军1号、中部战区1号与南部战区2号。海军1号几乎可以确认即为胡忠明。时评人蔡胜坤指出，胡忠明于苗华任海军政委期间急速升迁，3年间从舰艇第2基地司令员晋升海军副参谋长，可见其与苗华关系匪浅，亦属习家军嫡系代表。对于南部战区2号，时评人唐靖远分析，有可能是副司令，也有可能是指政委，但南部战区现在3位副司令都是中将军衔，只有政委王文全是上将军衔，所以这个2号应当指的就是王文全了。唐靖远指出，王文全出身东部战区的72集团军，东部战区本来就是习近平的自留地，同时他在2023年12月和胡忠明，也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个海军1号，同时被习近平晋升为上将，毫无疑问两人都是习家军。至于中部战区1号有些诡异，据中共官方报道，去年7月31号，辽宁省庆81军政座谈会上，原中部战区司令员黄明首次以北部战区司令员的身份现身，显示中部战区司令员已经换人，但至今中共官方一直没有公布接任者。唐靖远指出，去年8月，亲北京的港媒《星岛日报》报道，王强上将调任中部战区司令员，那么中部战区1号很可能就是王强了。王强长期在空军服役，2018年7月由西部战区副参谋长升任副司令，就此平地青云。在2022年中共20大之前1个月，习近平突击提拔王强升任北部战区司令员，同时授予他空军上将军衔。王强成为习近平掌军以来的第2位担任战区司令的空军将领，可以说是妥妥的习家军骨干。
换言之，这3名落马的上将，皆为习近平近年亲自拔擢、试图报升的核心人马。唐靖远表示，这是习家军被无差别收割的新一轮清洗，这已经不是什么暗示了，这就是明明白白的在对外宣示，只要是习家的，就要干掉你。赵兰健则认为，中共军队的一波波清洗，显示习近平仍有绝对掌控力，仍在亲自部署，清理完自己人再打外战。但唐靖远对习近平清洗自家人的观点提出质疑，指出这种观点没有办法解释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为什么公开蔑视习近平的张又侠以及张又侠派系的人马全都没事，而且习近平的人被抓了以后，接替者全是张又侠的人马。而这场人事地震也蔓延至政坛。6月初，在上海陆家嘴论坛上出现一幕引人注目的场景：中共民政部副部长胡海峰与上海市委和金融高层共同为中国资本市场学会揭牌。金融会议与民政无关，胡海峰的出现着实有些突兀。前香港文汇报东北办事处主任姜维平用石破天惊来形容这个消息。他表示，如果现在胡锦涛、温家宝说了不算，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怎么可能通过这个揭牌来让胡海峰露头？时政评论人士吴建民认为，陈吉宁作为习近平的亲信，第一个倒戈背叛。陈吉宁选择跟胡锦涛、胡海峰站队，跟习近平切割。与此同时，曾被视为习近平最忠诚大秘的丁薛祥近期也表现异常。5月30号，他出席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70周年座谈会。据官媒报道，他的讲话中仅一次提及习近平，未出现2个维护习思想等高频用语。这位曾被外媒形容为习的影子的丁薛祥，如今是否选择降调自保，亦引发诸多揣测。4中全会前夕，党内风声四起，外媒与政情圈盛传，此次全会将提出总书记交接方案，传出3人候选名单：汪洋、胡春华与丁薛祥。不过，熟悉中共内部逻辑的观察者指出，这类接班程序并非公开遴选，而是高层元老与派系妥协下的安排，最终全会只是负责盖章，真正决定接班人选的仍是军权的归属。时评人小说家直言，张又侠不可能接受丁薛祥接班，军方目前最大的诉求就是清算习近平。张又侠可以接受汪洋作为内定人选，或者退而求其次接受胡春华，但不能接受跟习近平关系密切的丁薛祥。分析认为，汪洋可能出任过渡总书记，胡春华作为安全备胎，但无论如何，习系出局正在发生。这不只是一次常规清洗，而是军委结构重建。这不只是内斗升级，而是一场无声接管。4中全会前夜，中共最高层权力风向已悄然改变。我们会持续为你揭露中共权力核心的每一次震动。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